大家好，我是七七。之前有小可爱说希望看到更多面包的分享，宠粉是必须的。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汤种桂花奶酪面包。这个面包吃起来极度柔软湿润，还可以拉丝哟。再搭配上我秘制的桂花炼乳、奶油奶酪夹心酱，绝对是买不到的口味。我们就赶快开始吧。提前来做汤种，把准备好的面包粉、水放到小锅里。开火之前，先用刮刀把一些比较大的面疙瘩压匀，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小火，边加热边不断的搅动，直到出现这种像浆糊、米糊的状态就可以离火了。温度呢大概是65°C左右。做好的汤种就放在小碗里，保鲜膜贴面，晾凉待用，也可以放进冰箱的冷藏室，冷藏个几个小时，或者是隔夜使用。今天我会用厨师机来揉面，如果你感兴趣手揉吐司的话，就可以看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那期日式汤种吐司的做法。那这一期呢，就给大家演示一下用厨师机的方式。先把除了盐和无盐黄油之外的所有材料都加入到厨师机中。如果是夏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操作，可以把液体的部分稍微的冷冻或者冷藏一下。冬天的话呢，就室温的也是 OK 的。开动厨师机，中低速把所有的材料先混匀。加入盐之后混合均匀，接着就可以调整到中高速，搅大概5到8分钟左右。基本上出厚膜之后，就可以加入室温软化的黄油了，也是先调中低速，把黄油完全的融入面团当中，之后再调整成中高速，继续搅5到10分钟左右。搅好的面团很有光泽感，而且它的弹性跟延展性都非常好。取一小块面团的话，也可以拉出非常光透的薄膜。之前的面包视频都有给大家演示过状态，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。搅好的面团温度尽量不要超过26°C。今天我会采用依次发酵的方式，这样更省时省力。可是做出来的面包依旧非常的松软，有弹性。面团稍微的整形之后，就可以盖上一个玻璃碗，让它松弛10到15分钟左右。接着就可以把面团稍微的揉搓一下，之后就可以来下剂子了。这个面团应该大家看得出来，它的状态是非常的柔软，延展性是非常好的。把面团均匀的等分成5份。接着就把每一个小面团团圆简单的整形揉搓就可以了。你可以采用像我这样子的方式，也可以就是4周向中间去折叠的那种方式都是可以的，都可以让它的面筋充分的舒展。都做好之后，就依次码入模具中。我今天用到的就是6寸的圆形蛋糕模具。接着盖上一块微湿的笼布，让它进行发酵。发酵到这样子8、9分满的样子就可以了。如果是冬天温度比较低的话，就可以放到发酵箱里去进行发酵。接着放入预热好的烤箱，上火170°C，下火175°C，烤25分钟左右。趁热在表面刷上一层融化的黄油，当然这个步是完全可以省略的。然后就可以把面包脱模晾凉了。接着来做夹心馅儿。室温软化的奶油奶酪加上自制的桂花炼乳。如果大家感兴趣自制炼乳的方法的话，也可以看我之前的那支视频。那桂花炼乳就是在原味炼乳的基础上加入桂花，放置3到5天左右，让它入味就可以了。
用打蛋器打至均匀顺滑无颗粒。这个酱做完之后可以放入冰箱去冷藏，之后再拿出来食用会更好吃。已经冷却的面包就可以从每一半的中间再切一刀，不要切断，给它留出一个挤夹心酱的位置。这个超级可爱的小柔软就做好啦。通过我的动作，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到它非常的柔软、细腻、湿润，而且弹性十足。再搭配上我秘制的海盐桂花炼乳、奶油奶酪夹心酱，真的是超级的浓郁，别有一番风味。也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吧，拜拜。